我无法告诉你我花了多少年寻找伤害女儿的凶手，我走了很长一段路，我在女儿遇害的社区度过了无数个日夜，只为寻求正义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：视为女儿找真凶。莫看见面平如镜，要看水底万丈深。欢迎来到解密日记，我是超人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要从一个18岁的小姑娘说起。安吉道奇于1977年的12月21日出生于爱达荷州福尔斯市，她是母亲卡罗尔、父亲杰克4个孩子中最小的女儿。由于在家中排行最小又是唯一的女孩，安吉从小就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幸福快乐的长大。时光荏苒，18岁已经成年的安吉离开了父母，开始独自生活，却不曾想悲剧就在不久后发生。1996年的6月13日，一个看似平常的一天，安吉开车回家看望母亲，两人说了好一阵子话。临别时，安吉亲了妈妈一下，说了一句“我爱你”。妈妈卡罗尔不会想到，这是她听到女儿的最后一句话了。就在分别的2天之后，安吉的朋友前往他的公寓玩，敲了半天门，但是没有反应，因为门是开着的。朋友们就直接进去了。一进门就看到家中十分的凌乱，看样子应该是刚刚搞过聚会，还没来得及收拾。朋友们纳闷的就走向了安吉的卧室，却惊恐的发现安吉倒在了地板上，头靠着墙，两手静静的放在身体的两侧，旁边是一张血迹斑斑的床垫，他身下的地毯浸透了鲜血。朋友们马上就报了警，警方初步调查结果显示，安吉是被侵犯后死去的，他的喉咙上有一个很大的伤口，身上有几十处刀伤，而整个公寓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，没有搏斗的迹象。警方推测受害时间是6月13日的深夜。案件发生后，在只有5万人的小城福尔斯掀起了轩然大波。这里人员构成很简单，彼此之间都是认识的。那么谁会伤害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小女孩呢？福尔斯市警察局从安吉的尸体和衣服上提取到了罪犯的 DNA， 对安吉周围的几十个人进行了匹配，但没有一个相符。一晃半年过去了，警方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案件的影响力也开始逐渐的降低。可安吉的母亲卡罗尔却不想案件就此沉寂下去，在女儿死后，她不断的为女儿的案件奔走，眼看着警察局没有了动作，于是自己印起了数千张传单，悬赏了5000美金向人们征询证据，并来到街上向路人打听是否有他女儿被害的线索。不过这2个方法都没有带来任何有效的信息。为了了解办案进度，卡罗尔还经常跑到警察局看他们在做什么，问警员有没有在给女儿查案，有什么查案的新方法。因为总是不请自来，警察们对这位母亲的行为嗤之以鼻，说她是悲伤到发疯了。但卡罗尔这么做，使得社会对这起案件的关注度很高，媒体也抨击警局办事不力，不够专业。办案人员面对这种情况，急于应对舆论的影响，很快就抓获了罪犯。但真的就这么简单吗？1997年的1月，一个叫做本杰明·霍布斯的年轻男子在内华达州因为持刀伤害女性被捕了。他曾经住在福尔斯，而且认识安吉。警方认为2起案件非常的相似，所以把他列为了头号嫌疑人。霍布斯坚称安吉的死不是自己做的。为了了解情况，警方找到了他的朋友塔普来审问。塔普当时19岁，从高中辍学，是福尔斯当地的一个小混混，偶尔打的零工。因为安吉也曾跟这群小流氓有过接触，所以案发之后，这些小混混的 DNA都被检测过，可是无一匹配。塔普和霍布斯的 DNA 也都是不匹配的，但塔普还是被带到了审讯室。审讯中塔普一开始说自己什么情况都不知道，称他当天晚上是和另一个女孩在一起。但经过100多个小时的审讯和7次测谎仪的测试，渐渐的塔普供认了罪行。他说那天晚上他和霍布斯去了安吉家，霍布斯想伤害安吉，还逼他帮忙，最后2个人一起动的手。I wasn't there. Maybe I was there. I know I'm there. How many times did you cut her? Just once. 但是霍布斯和塔普的 DNA 都不匹配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是不是还有其他人在场呢？塔普说了第3个人的名字，可那个人的 DNA 检测出来仍然不匹配。另外，霍布斯和第3个人有不在场的证明，最后只有塔普稀里糊涂的就被抓了。我们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荒谬，但塔普真的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成了罪犯。1998年的5月，塔普站在被告席上，满脸憔悴和绝望。小城的人涌了过来，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。塔普的母亲坐在一旁哭泣，卡罗尔悲愤不已，用各种脏话咒骂着这个伤害自己女儿的人，还让他说出真正的
那个留下 DNA 的男人到底是谁。塔普一改供词，在庭上说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他没有动手，也不知道凶手是谁，他是无辜的。但没有人相信他。最终陪审团只用了13个小时就宣布塔普犯有1级谋杀罪，被判处终身监禁。2年后，塔普被送到了爱达荷州的监狱，这个案子也就成了冷案。调查终止了，人们也不再提起。还要查什么呢？罪犯已经进了监狱，但卡罗尔不满意，因为警方告诉他，女儿可能是被2个人伤害的，一个是塔普，另一个是现场留下 DNA 的人。卡罗尔觉得自己必须找到那个男人是谁，让伤害女儿的人付出代价，成为卡罗尔唯一要做的事儿。最开始的突破口当然是塔普。卡罗尔往监狱写了很多封信，让他把另一个真凶说出来，但塔普说他真的一无所知，他也没有参与谋杀。卡罗尔对塔普的嘴硬感到难以理解。坚持了很久，毫无线索的卡罗尔只好靠自己去找证据。这一调查呢，就是10多年的时间，契机出现在了女儿死了13年之后。罪犯的 DNA 被输入了美国的国家犯罪数据库。卡罗尔多方查找 DNA 检测的公司，向警方申请女儿死亡现场的 DNA 检测，结果显示凶手有85%的可能性是个白人。这个结果太宽泛了，卡罗尔开始自己研究 DNA， 理清里面的概念，接着找到了全美最有影响力的 DNA 检测专家将 DNA 信息上传到了热门的 DNA 寻主网站，在数据库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嫌疑人，他是一个来自新奥尔良的电影制作人，1996年曾经到过福尔斯，甚至还拍了一部关于年轻女孩被残忍杀害的短片。但是最后 DNA 检测仍不符合，卡罗尔又回到了起点。DNA 检测行不通，要不再看一看塔普当年的供词吧，说不定能有线索。卡罗尔手中一直都有塔普审讯时的录像带，但审讯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，卡罗尔一直放在家里没有看过，他决定亲自看一看。那是一个25小时的审讯录像，音质很差，更没有字幕，但就算如此，他看完之后还是震惊不已。视频中，塔普被绑在审讯室的椅子上，从头到尾说了6个完全不同的供词。一开始的供词，他说根本没有去安吉家，但警察说他没有通过测谎仪的测试。警察告诉他，测谎仪是一种非常先进的高科技，能够看到人的潜意识。之所以塔普现在不认罪，是因为他的大脑把犯罪的记忆给压制住了，但测谎仪可以看出真相。这个说法呢，当然很荒谬了啊！但在高压之下，高中没有毕业的塔普相信了。为了让塔普讲述完整的故事，警方把整个案发现场的细节告诉他，并说了很多诱导性的话。警察甚至安慰他，认罪了比较好啊，虽然会坐牢，但那也比死刑好啊。在审讯了100多个小时后，塔普投降了。他说了另外5个供词，每一份供词中他做的事情都越来越残忍。最终，警察还走来跟他握手，感谢他的配合。卡罗尔无法相信自己看到的，他找到了研究假供的专家，专家用了几百个小时研究录像，确定地告诉他塔普是无辜的，他是被欺骗和洗脑了。知道真相的卡罗尔异常愤怒，他不需要警方用无辜的人来平息自己的怒火，他仅仅是希望让真凶付出应有的代价。后面几年，卡罗尔不断地找媒体专家曝光这件事儿，这一戏剧性的案件吸引了很多民众的注意，也有很多人批判警方的不作为。2016年的5月，塔普的律师提起上诉称，认罪是警察胁迫的结果，并且有关测谎仪的视频在案件审理中并没有出现。他们希望再测一次 DNA， 证明塔普和整个案件没有关系。最终呢，双方达成了一致，塔普暂时保留一部分罪行，可以出狱自由活动。等警方找到真正的凶手后，再把谋杀罪免除。被关20年后，已是中年大叔的塔普第一次走出了监狱。在监狱外，人人用起了手机，曾经的小伙伴们都成家立业，过着普通但幸福的生活。他很心酸，但并没有表现得太怨恨。在塔普出狱后，卡罗尔继续奔走，坚定着一定要查到真凶。2018年年末，卡罗尔找到 DNA 分析专家，并开始建立遗传树，找到任何和凶手相关的人，然后将这些匹配项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祖先。很快，专家确认凶手是一个叫做克拉伦斯·乌瑟里的孙子或曾孙子。之后，根据出生证明和布告，将范围缩小到了6名男子，其中1名住在爱德荷州。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这6个人竟然没有一个 DNA 匹配得上。此时，距离女儿身死已经21年。卡罗尔的精神几近崩溃，他经常泪流不止，念叨着：“安吉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太累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。”但也不断有声音在卡罗尔的脑海里回响：“妈妈，
你快找到答案了，你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不能在这里停下来。已经年迈的母亲依旧带着信念没有放弃，卡罗尔又重新回看 DNA 遗传树，在这株遗传树中，他找到了一个之前忽略但可能很重要的点。那个叫克拉伦斯·乌瑟里的人曾经在年少时结过一次婚，生下了一个孩子，后来很快离婚了。这次婚姻中并没有关于孩子的记录，可万一这孩子是被妈妈带走了呢？卡罗尔按照这个线索接着调查，他不光有一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孙子，并且那个孙子在1996年就住在福尔斯，名叫德里普斯。当卡罗尔看到这个名字时，他快晕了过去，因为这个人正是女儿当年的邻居，就住在他家的对面。在案发后，警方曾找到德里普斯问过话，但没有检测他的 DNA。卡罗尔还记得，在安葬了女儿之后，自己曾开车去德里普斯家门口坐着，凝望着女儿的卧室窗户。那时的凶手离他如此之近，可他却并不知道。2019年5月，警方从德里普斯吸过的烟头上提取 DNA， 发现检测结果完全匹配。德里普斯被捕后，对自己的罪行也供认不讳，并说自己是单独作案。23年之后，已经垂垂老矣的卡罗尔终于找到了真凶。关于德里普斯的审判也将在今年6月进行，如果定罪，他将面临死刑。2019年7月，法庭宣布塔普无罪。在雀跃的朋友和支持者中，塔普哭了，卡罗尔也在一旁抹眼泪。塔普感谢每一个帮助过他的人，尤其是卡罗尔。没有他这些年的努力，这一切都不会发生。时隔23年，这对仇敌相互拥抱，彼此安慰。看似美好的结局，可对于卡罗尔和塔普二人来说，无疑都是悲剧。女儿的死成了卡罗尔的心结，23年里，他都沉浸在凶手逍遥法外的悲痛中无法自拔。今日终将凶手绳之以法，可女儿不能复生，她也年近古稀。而塔姆呢，正在向法院申请错判的服刑补偿，但他的遭遇实在是令人叹息。人生有几个23年，更何况如此年富力强、朝气蓬勃的23年，谁来挽回？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关注，我是超人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